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埃厄德。大清早就啃起了蜥蜴小烤串，一口下去鲜香软糯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，可一根小烤串根本不能满足，又出门寻找新的吃食。很快他眼尖的发现石头下面有动静，凑近一看，原来是只小刺猬，这可把德爷乐出了哈喇子。小家伙太温顺了，直接抄起大石块帮其结束痛苦。不过这是德爷第一次抓到刺猬，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着怎么烹饪才好吃，思来想去决定模仿瑶姬的做法，先刨个土坑，然后在里面堆放一层石头，等把石头烧得滚烫后，赶紧把刺猬扔进去，最后盖一层野绿草锁住水分。等待了4个小时，兴奋地挖开土坑，顿时喷香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只需轻轻一拽，连刺带皮直接脱落，剩下的全是优质蛋白质。迫不及待地来上一口，鲜美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因为烤的时候有外壳保护，里面的肉质非常软糯，轻轻一咬就脱骨。吃饱再来上一杯82年的路边水，把甘草根和浆果放进去一起煮，温度升到99度时立马端起来品尝。水的腥，甘草的甜和浆果的酸，3种味道混在一起十分奇妙，喝到胃里暖暖的，简直不要太舒服。小憩片刻，德爷穿着烂拖鞋继续寻找今天的下午茶。没过多久，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小洞，当即断定里面有小型啮齿动物，并且像这样的洞有3个，今晚不得吃大餐啊！考虑到这3个洞也许是互通的，他马上来了主意，先把2个洞口堵死，然后在另一个洞口生火，想要把里面的小动物熏晕。等待了大概1个小时，德爷激动地抡起木棍抄家，可把3个洞全部挖完后，他顿时傻眼了，忙活了大半天，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，失望地坐在石头上缓了很久才振作起来。返回的途中发现了几根骆驼骨头，本以为里面会有骨髓，不料砸开后希望再次落空，骨髓已经被太阳晒干了。接连2次碰壁，德爷心里1万只羊驼跑过，不甘心的原路返回，找到了另外3组小洞，爷们要战斗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他和上次一样，先堵住2个洞，然后烧火熏烟。等了1个小时，又开盲盒。挖洞的时候心情非常坎坷，直到指尖触碰到软软的物体，紧张的表情终于发生了变化，是只小杰瑞。第2个洞口又收获1只，紧接着是第3只，这可把埃厄德高兴坏了，赶紧返回营地生火。等坑里的石头变得滚烫，连忙把杰瑞放进去。2个小时后，炭烤杰瑞出炉，又香又脆，哼唧的他2眼直放光。解决完吃的问题后，德爷开始注重防晒。这里有很多高矿物质的石头，将其沾点口水磨成粉末，均匀的涂到脑门和身上，防晒指数高达20。由于下午的气温太过炎热，他把大裤衩扔掉，化身光腚大神出发寻找饭后甜点。这种树形仙人掌大概活了200年。上面结满了可食用的果实，可是长势较高，徒手采摘是不可能的，只好在附近弄来一根长长的树枝，前端绑好 Y 字形的树杈后，就可以尽情的采摘了。掉下来一颗果实，赶紧放入嘴中品尝一下，大自然的恩赐，酸酸甜甜。上午吃了那么多肉，正好用来点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把仙人掌上的果实全部薅光，肚子塞不下了，就把它们包好放到石头上面晒成果干。很快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休整1晚后，继续开始为蛋白质忙碌。今天不吃杰瑞，换口味，在选好的5处地方布置陷阱，如果有东西想要拿走仙人掌的果实，就会挪动树枝，这样上面较粗的树枝就会飞起，让石板砸下来完成捕捉。靠果干撑了1天，次日一大早，德爷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查看陷阱。前几个陷阱完美落空，等来到最后一处时，他的心里也没底，直到掀开石板看到一只臭鼬躺在里面，这才发出了给的笑声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移开石块后，直接送其领了盒饭，返回营地处理完食材，接着架到火上开始炙烤。趁着等待的公主又外出寻找配菜，从树上弄了一些豆荚，找到一块有凹陷的石头，开始了永动机模式，快速捶打15分钟，豆子和豆壳完美分离，在豆粉里加入一些液体，就得到了一坨优质的碳水混合物。模仿原住民的做法，把豆泥分成小团，然后分别包入仙人掌的果干，再回到营地把它们放进火堆里烤熟。2个小时后，荒野盛宴已经变得外表焦黑，浑身都冒着亮油，拿下来猛咬一口，外酥里嫩，比牛肉不知强上多少倍。再尝尝仙人掌果派，酸酸甜甜皮薄肉厚，这生活质量别提有多高了。